当房贷还不起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美国屋主的自救办法，很多屋主都会有这样的担忧：如果哪一天真的还不起房贷了，那会不会房子马上就被银行收走呢？现实是，在美国，银行和政府并不是第一时间要赶你走，相反，他们更是希望屋主能够稳住，继续还贷款。因为法拍对银行来说也不划算的，所以当你真的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，其实有不少的救命计划可以帮您撑过难关。贷款宽容计划 （forbearance） 关键词就是暂停，不是免除。当你突然失业、生病或者是收入大减的时候，可以申请 forbearance 贷款的宽容期限。这意味着银行允许你在一段的时间里面暂停，或者是停止减少还款，不会马上的追讨。但是要记住，这不是免账，而是延期。等宽容期结束，累积的欠款还是要想办法补齐的，可以一次性的偿还，也可以协商分期还款。贷款修改计划 （Loan Modification） 关键词重写合约，减少压力。如果你不是短期的困难，而是长期的收入下降，比如换工作后薪水不如以前，那可以申请 Loan Modification 贷款的修改。这种通常会带来3个变化：降低利率、延长贷款的年限、调整还款的方式，这样每个月的月供就会减少，给家庭留下更多的现金流。损失缓解计划 （HUD）FHA，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（HUD） 和联邦的住房管理局 （FHA）。都有 loss mitigation 损失缓解计划，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提供贷款的调整、延期还款，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帮助你通过部分免除的欠款的方式，避免去法拍。如果你的贷款本身就是 FHA 贷款，一定要了解优先这类的政策，因为支持力度很大。银行的临时宽容政策，除了政府的计划，部分银行也会有自家的救援方案。比如，在屋主因为自然灾害、医疗事故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导致无法按时还款的时候，银行可能提供短期的宽容期限，甚至特别协商的还款安排。这些往往不是公开宣传的，需要屋主去主动的打电话沟通，才能知道能不能申请。关键的提醒：不要逃避，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还不起贷款的时候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或者是贷款机构，越早沟通，选择就越多。不要自己乱停缴，擅自停缴反而会加速进入违约的程序，增加罚息。对症下药，短期困难选择 forbearance， 长期压力选择 loan modification。有 FHA 贷款优先看 HUD， 还有 FHA。房贷的危机并不可怕，最怕的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行动。记住，银行和政府都不希望你失去房子，他们更愿意帮你想办法把贷款撑下去。所以，如果您正在面临着房贷的压力，不妨就打个电话，主动的了解一下你的救援计划，或许这一步能让你的房子保住。一个非常惊人的现实，超过90%的房贷人竟然不知道房贷是可以合法减免的。我们将用最专业、最通俗的方法，手把手的带您了解美国房贷的减负机制，帮您看清楚真相，掌握合法的权利。或许您将直接改变您的财务人生。很多人对房贷的理解可能是错了。
见过很多的屋主辛辛苦苦的供房几十年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合法的不用还房贷的机制。不少人把房贷看成死账，咬牙还着每个月3、4千美元的月供，但是却不知道，其实法律早就为你准备了后路。这并非是灰色的地带，而是联邦和州政府在危机的时期，为了保护房主而定制的一整套合规合法的房贷宽免机制。特别是在疫情之后，这类政策进一步的完善，并且广泛的适用于多数拥有房屋贷款的民众。先看清楚这3大误区，房贷其实能不还吗？在进入干货之前，我们先来破除几个误区。房贷一旦签了，必须全额还清吗？错了，许多贷款的条件下，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申请延期、减免或者是豁免还款。这不是在逃避债务，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。暂停还款会被银行没收房子吗？错了，如果在合规申请宽免计划的期间，银行是没有权利强制驱赶房主的，并且这段时间仍然享有完全的居住权。只有破产或者是失业才能申请吗？错了，宽免的机制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广的，从家庭的收入减少、健康状况的变化，到自然灾害等多种的情形，都可能符合申请的资格。3大救济的方式，合法的减轻您的房贷压力，不论是政府、银行，甚至是私人放贷机构，都有合法救济方案可以协助。暂时的停止还款，降低每个月的月供，特殊的情况下，甚至可能完全的免除房贷。这些方案都要依法成立，重点的包括合理合法，属于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监管的框架内。债权的机构无权以此为由驱赶你出家门。法律保障您持续拥有房产，不会影响居住权。申请需要什么呢？如何判断自己符合资格呢？不少人害怕流程的复杂，其实只需要提供以下的基础信息，就可以免除初审：屋主真实姓名、房产的地址、当前贷款的笔数、每笔贷款的余额、借款银行或者是机构名称。数百位屋主成功的申请房贷的减免，熟悉各种银行及政府流程，确保不被忽悠，不走冤枉路。不需要一个人面对银行。如果还在为每个月的房贷而发愁，或者只是想知道是否符合减免资格，这并非逃债，而是知法、懂法、善用法律的表现。在美国，法律是屋主最好的盾牌，关键是要怎么懂得使用它。为什么美国人还不起房贷了，该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也背着房贷，但是很少出现那种一套房就把一个家庭的消费、人生的选择，甚至下一代都锁死在了20年、30年的这个局面？说到底就是制度在分配风险。更准确的说，风险本来就应该跟着利润走，谁赚得多，谁就应该承担最大的风险。我们先说房贷这一端，在美国的一些州，房贷对借款人的追偿范围有非常严格的限制。当你扛不住、还不起房贷的时候，房子作为抵押物被处置，很多情况债务关系也随之而终结了。房价下跌造成的缺口，并不会轻易的变成了你这一辈子背负的个人债务。这背后的逻辑也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清楚。银行在放贷之前，
做过评估，做过风控。银行也是靠利息赚钱的，那么市场的波动、估值的偏差的风险理由理应放在放贷机构承担的这一部分，而不是转嫁给了普通的家庭。所以银行根本不敢乱放贷，也不敢把杠杆加到了离谱，出了问题赶紧出清止损，经济也更容易恢复运转。我们再说新房的这一块，美国的很多地方对开发商的交付有更强的约束，首付款定金的安全性更高，交付节点延期责任、质量纠纷的处理机制也更明确。一旦出现了开发商严重逾期、交付不达标，甚至出现了拒收的争议，买家往往不是继续供着再说，而是有更现实的退出。就想解决的就是同一个道理，开发商卖房赚钱，就应该对交付负责，不能把资金的风险、工程的风险、交付的风险，我们对比在这里差距就很明显了。在很多人的经历当中，体感里面我们更像是另外一种分配方式，房价的波动、交付的不确定性、合同的强势、追偿的压力，往往最后都是叠加到一个结果，风险更多的压在了买房人的身上。于是房贷不只是买房的付款方式，还会变成一种长期的现金流束缚，让家庭的消费和生活的选择被动收缩。所以结论就很直白的，不是谁更理性，说穿了就是制度把风险给了谁。按道理，风险就是应该给有利润的那一方。银行既然赚取了利息，就应该承担放贷风险；开发商赚取了利润，就应该承担交付的风险。当风险回到盈利方，普通的家庭才不会被一套房子透支几十年，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我希望您住得舒心，住得有尊严，住得明明白白，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，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和点赞。